没想到江陵神君竟然真的将他们收留于此，让萧炎对江陵神君更加的刮目相看。他没有和其他神君一样，一副居高临下霸主之姿，更多的是他给人一种好相处的感觉。萧炎再一次的对江陵神君感激感谢，然后几人在交谈了片刻之后，萧炎才动身朝着江河水流的逆水方向急速飞去。看着萧炎消失的身影，江陵神君目露远方，他的内心似乎非常期待萧炎未来成长起来的样子将会站在什么样的高度。此子不凡啊，希望你能够顺利救出林动和沐尘，一切顺利。天心主也同样感激地看着萧炎远去的方向，暗自喃喃：萧炎小兄弟，一切小心。不知过了多久，萧炎的身影此时已经抵达了江河的尽头深处，在他正前方万米之外，有着一道巨大的黑色石碑立于江河之上，同时散发出一道特别的能量波动，那就是江陵神君口中所说的石碑吗？萧炎身影一闪，刚刚还在万米之外的他瞬间就出现在了石碑的上方。萧炎俯视而下，看着石碑屹立其上，有着雄伟般的气势，但是石碑的周边江河非常的平静，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水波涌动。但是萧炎已经用神魂力量探查下，看似平静的江河水面，实则江河的下方已经是激流荡漾，并且在深处底部有着一条巨大的漩涡，正在疯狂地吞噬着周围的一切之物。那个漩涡应该就是通往四御天的通道了吧？萧炎喃喃一声，然后身影已经进入了江河之中，那速度是极为的惊人，不到片刻的功夫就来到了江河深底。萧炎来到这里，果不其然，有着巨大的一个漩涡吞噬着周围的江河水，同时同意吐出巨大的浪潮出来，才使得这条江河如活水一般的涌动着。那就是通往四御天的另一个通道吗？萧炎双手抱胸，目光盯着不远处的漩涡，心想只要踏入这里就能够抵达四御天了。同时也就知道这一次神器联盟召集如此多的人究竟是要做什么。萧炎一秒也不敢耽搁，直接身影一闪，冲入了那巨大的漩涡之中，一股低质的低温也是随之而来，令得萧炎的皮肤都出现了冰霜。但是好在萧炎直接施展出神火，才抵御住了漩涡中的极致低温。炫白色的火焰将萧炎团团包围，漩涡之中似乎有着非常庞大的能量，才令得五欲天的江河如此波涛汹涌。但这不是萧炎所考虑的事情，他现在只想快一点进入四御天。当即萧炎也是加快了在漩涡之中的穿梭速度，也不知道穿梭了多久，萧炎的目光看到漩涡的尽头处有着一丝光点，随着萧炎的身影越来越近，那光点也逐渐的被放大，但同时萧炎的眼神也凝重起来。还没进入四御天，就感觉到奶光点的后面有着无穷无尽的死气弥漫。不好！萧炎心中暗自道，身影化为一道流光，直接冲击在了那光点之中。萧炎进入其中后，那光点犹如是水波一样荡漾了一下。四御天，在一个未知的河流中，萧炎嗅到了极为浓郁的血腥之气。由于四周极为的黑暗，根本看不清周围的环境，心中也是愈发的不安，一直往上飞去。经过片刻时间后，终于是抵达了这水面之上。在萧炎低下头看向刚刚自己在其中穿梭和河流时，直接是惊呆了，因为他看到的是一条血红色的长河，血光冲天，无尽的血色雾气在缭绕，阵阵腥风闻之令人欲呕。猩红的血水汇聚成河，这长河的宽度比起五欲天的江河还要大得多，也同样望不到血红色河的尽头，也不知道这血红长河通往哪里。在萧炎仔细的探查了一遍，发现这血红色的长河就是人的血所形成，能够让血形成如此血河，那得需要多少人的血啊！在血河的岸边上还有着遍地的残破肢体，到处都是散发出令人作恶的气息，血光蔽日，简直就是一片阴惨惨地血色世界。周围一座座高大山峰巍然而立，不过全部都沾染着猩红的血水后，上面的植物都变成了诡异的红色。就在萧炎还在探查这里的诡异时，一阵阵惊天动地的大响，宛如天雷一般，突然从远处的空间爆发了开来，引得空间和下方的血河都剧烈的颤抖起来。血光再次冲天，将其中的腥味弥漫出来，血水不断翻涌，大地在剧烈摇动，仿佛要翻渡过来一般。血煞之气充斥天地间，整片天空都不再明媚，所有的景物都笼罩上了淡淡的血色。这就是四御天的真实景象，与五欲天简直就是截然不同的两个地方。虽然这里环境极为的阴寒，就连精纯的神怨之气都很少见，但其中的血煞之气同样能够让一些修炼者的实力提升一大截，简直比起九欲天更加的可怕。这四御天才是真正的血色世界。又是这震动，那处空间似乎有极为庞大的能量，难道吴雪他们就在那里？萧炎一刻都不再停留，直接对着那处方向飞速而去。什么？如此多的超神势力之人皆是被打败，这四御天神君怎么如此厉害？此时一位男子身上同样有着不少伤势的他，强忍着疼痛震惊道，他的实力如今已经达到了半步七重天位神的层次，我们这里最强的也就是五大神阁那些第一天骄，连这些神阁的第一天骄都不敌，你觉得对方能不强吗？一些人开始咆哮起来，感觉自己就不应该来什么神器联盟，本来以为这一次来到神器联盟是他们提升实力的开始，结果是他们的死期。你们应该都感到庆幸才是，你们不是一直想要变强大吗？只要进入那个地方，你们不仅可以不死，还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力量。只要力量变强，过程不重要啊。
此时，一道曼妙的身影立于虚空，只见他长发挽起，梳成流云髻，待带水，淡生烟冠，中嵌以一朵海棠珠花，身着一袭金红色绣的衣衫，那般模样，的确是极品女子。可是她的心却是非常的心狠手辣之人。狗屁！刚刚的黑洞所散发出来的就是令人厌恶的死气，哪是让我们变强的资源？其中那些已经不满神奇联盟做法的部分人开始纷纷怒喝道：“把四御天的通道给我们打开，不然我们就算战死，也要将你脱一层皮下来。”甚至有些人已经准备好赴死的决心。既然今日不能离开四御天，那么也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哈哈哈！想脱我一层皮，怕是你们没有那个实力。你们这些超神势力的天骄，想要得到天下免费的午餐，就要付出代价来。我说过，今日你们想要提升实力，就进入我们神奇联盟的那个地方。只有你那个地方才是你们最终的归属。信奉那位之主，你们就能够获得无穷无尽的力量。那不就是你们梦寐已久的事情吗？四御天神君摊开双手，语气带着一位伟大之意，俯视着下方的数十万之人，开口道：“我们是需要力量，但我们需要自己修炼得来的力量，而不是被那力量所炼化。如果你们神奇联盟真的只能用这种力量，我们就算死也会将你们这四御天轰得碎裂。”此时，一些实力半步五重天卫神的强者纷纷站了出来，准备与四御天神君开启最后的生死之战。既然你们冥顽不灵，本神君就出手将你们击败，再将你们的神体炼化。至于你们的神魂，就全部献祭了吧。好话说尽，既然这些愚蠢的人不愿意配合，那就让他们先吃点口头。天军神战队，将这些愚昧的人给点颜色吧。只见四御天神君的身后，那些同样有着至少10万的天军神，散发出一道道咆哮之声，瞬间那股强大的战队气息充斥着这片天地。既然你们不配合，那么就让你们尝尝我们神奇联盟的天军神战队的强大力量。本来天军神战队一般不会让他们出来，今日为了对付你们而出动，就算你们败给天军神战队，也是你们的荣幸了。天军神战队吗？你们这是要与我们5大神阁发起战争，以及对无数超神势力都要发起战争吗？此时5大神阁的灵神阁那位第一天骄高权怒声道：“哈哈哈！就算是又如何？如今你们都被困在四御天，就算将你们全部献祭在那位地方，你们所在的势力都不会知道的。就算知道了，没有证据，怕是他们也不敢对我们神奇联盟出手。”四御天神君自信满满的沉声道：“对于神奇联盟的庞大底蕴，则是有着100%的信心。你能够成为第1等级世界的巨无霸势力，自然是非比寻常。好，如果我们出去了，定会让你今日所说的话付出严重的代价。”高权青筋暴起，手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武器，双眼赤红，恶狠狠地看着好四御天神君以及其他4大神阁的第一天骄也是如此。当时他们4人联手对战四御天神君都不敌，今日对方的实力更是达到了半步7重天卫神的层次。他们就算是5人第一天骄联手，怕也是不敌，但是他们也不会因此放弃。吴雪，待会打起来，你用那个宝物隐藏自身，一定要平安的出去。藏青青对着吴雪轻声喃喃道，但是后者可不会这样做，急忙的摇摇头道：“不行，我不可能会一个人逃走，要走我们一起走。那宝物只能隐藏一个人，而你是最佳的人选，一定要活下来。”然后这一次说话的不是藏青青，而是一直以来打从小就与自己争夺的那位姐姐舞姬。姐，吴雪微微一惊的出声道。然而舞姬只是微微一笑，仿佛自己心里的那一份争强好胜之心已经放下了。对于眼前的局面，自己作为姐姐不站出来，难道还真的要自己的这位妹妹站出来吗？所以舞姬对着吴雪轻笑点了点头。然而她的那双美眸中已经有着液体打转着。妹妹一定要活着出去，不要。吴雪依旧是摇着头，到最后没想到一直与自己争夺的姐姐会做出这样的行为，而吴雪也对自己的这位姐姐没有了之前那一份隔阂，仿佛这一刻已经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他们之间一直没隐藏深处的姐妹情。如果这一次他们都能够活着出去，那么他们将会实现自小就没有的那份姐妹情。可惜这样的机会已经变成了奢望。然后一掌就被舞姬和藏青青击飞了出去。吴雪被这突如其来的掌力袭来，都来不及反应过来，身影直接飞出了万米之外。哈哈，今日本神君说过，一个都走不了。四御天神君一声怒喝，然后直接是下令让身后的10万天军神战队对这些超神势力之人爆发出极其强大的力量，飞冲而去。顿时间，这片空间中接连不断的有着爆炸声响彻起来，双方的可怕力量不停的开始碰撞着。而天军神战队每一位的实力都是极其强大的存在，而且这10万数量还只是1/10而已，可想而知神奇联盟的底蕴究竟是多么的庞大。随着双方的战斗开始，那几位第一天骄的目光也已经死死地锁定了四御天神君。你们是一起上，还是一个一个上？四御天神君嘴角浮起一道诡异的弧度，淡淡的说道：“少废话，
今日我高权必定会脱你一层皮。高权爆发出自己所有的力量，准备做好了牺牲。四域天神君，我雷厉风也与你拼死一战。恐怖的雷霆之力引得自周身的空间震颤起来。随后，冰玉燕、炎日、藏青青和武姬六人银牙一咬，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力量，手中的武器散发出各自强大领域的气息，直至四域天神君六人的身影原地消失。下一刻出现之时，已经出现在了四域天神君的周围。六人同时进攻，就连空气都被挤了开去。六位五重天卫神的同时夹击，就算是六重天卫神也有着短暂的一抗之力。不知道面对半步七重天卫神的四域天神君，是否能够做到与之抗衡的程度。